欢迎收看莫宝龙新一期视频。今天咱们聊一聊盛唐这个派系，也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用的派系。城镇布局、BGM 还有兵种都只是一方面，反正我是不会告诉大家我喜欢盛唐，主要是喜欢天使。之前3代的那个虽然整天腿毛的叫着，但是我觉得颜值还是不错的呀。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我玩5代。3代的腿毛只图一乐，真要看还得看咱5代的。UP 主第一次接触5代是在初三那个时候玩一个新游戏，他肯定不会有好结果。然后高中3年到大学，这才是重新又拾起来。这也就是为什么3代我的水平勉强还能打个200难度，到了5代只能打最低难度了。哎呀，原来是被学习给耽误了啊！5代玩的确实不多，但是呢，这也并不妨碍我有非常充足的热情来做视频。5代的盛唐和3代的城堡不同的是，现在他们终于有自己的流派了。你像3代的城堡，它基本就是量大管饱，我的兵种质量比你高，我就能打得过你。5代的盛唐和3代的城堡还是有点小差距。首先是枪兵换成了农民，战斗力不行了。然后就是步兵极度依赖于升级，不升级的话真的不好用。总而言之，就是不像3代那么有手就行。5代里面盛唐的魔法以光明系魔法和暗黑系魔法为主。虽然说在5代有个黑暗骑士的技能可以专职黑暗系魔法，但是盛唐这么一个光明的派系里面出现暗黑系魔法，多少有点违和。话音未落，你懂什么？人家盛唐里面有暗黑系魔法是因为道理我都懂，但是呢我还是觉得不大合适。咱们接下来看一下盛唐的兵种。首先是1级兵农民。第一次玩5代的时候，很多玩家想必都会在想，这个没出息东小弯囊废怎么成了盛唐的1级兵呢？其实人家1代2代1级兵一直都是农民，虽然说农民一直没有存在感，但是呢到了4代他们多了一个纳税人的技能。5代也是很好的继承了他的优良品格，一个农民卖15块，理论上他15天不死就能回本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他的打仗是捎带性的，纳税人才是他的本体，并且到了5代之后，他的生命值终于不是1点了，虽然3点还是有点少，但是最起码比1点肉了3倍。他的第一个升级是民兵，小时候在玩的时候，我总在想，他升级了民兵可能就没有纳税人了，所以说我长时间不喜欢给他升级。后来发现我想多了，他即使是当了民兵，他还得交税。用盛唐的话来说，就是你们这些小民兵不交税，我们骑士老爷拿什么去挥霍？升了级之后还多了一个盾牌劈砸的技能，和咱们墓园那期讲的骷髅勇士的技能一样。除此之外，杀伤力、攻防、生命值、主动性没有任何亮眼的地方。老老实实种地吧，5代真是老糊涂了，派个种地的来当1级兵。要说5代的盛唐可真是裕民有方，因为农民的第2项升级是暴民，他照样得交税。其实你怎么看它的属性和民兵也差不多，只不过一个攻击是2，一个防御是2。除了农民的企业文化纳税人之外，它还多了一个双击的技能，和杀人狂的技能一样。强袭和盾牌劈砸的公式差不多，都是数量越多，攻击的目标总体生命值越少，它触发的概率越高。盛唐的2级兵是弓箭手，这个兵种真的是每一代都是，它不升级之前真的就是个弯囊废，极度依赖于升级。没有升级之前，杀伤力2到4，生命值也只有7点。但是作为一个2级兵，他们也有自己的专属技能，就是散射。这个散射你可以理解为3代马格的那个火球，但是呢5代为了平衡性把伤害给减半了。这样的话，这些弓箭手本来伤害就不够，你再减半的话，基本就更没有伤害了，所以说基本不用。他的第一种升级是弩箭手，人称白弩。从4代开始，圣杯似乎就成了城堡或者盛唐的专利，所以说大家一看他的杀伤力2到8，简单概括就是我都暗示的这么明显了，你不给我套个杯子吗？他有一个技能叫做精确射击，如果他距离射击的目标小于3格，就会忽略掉敌方的防御力。怎么说呢？这个技能你除了玩铁桶阵的话，基本上派不上用场，因为敌方的部队恰好离弩手3格之内停下来，这种概率是很低的。所以说你就必须得用部队把它包围起来。这个时候森林的精灵弓箭手看不下去了，不就是降个防御吗？整这么麻烦干什么？后来东方部落的新增兵种也是意识到了这个局限性，弓箭手的第2项升级是弩兵，也就是红弩。他把精确射击给去掉了，换成了无距离惩罚。众所周知，免费的才是最贵的，没有前置条件的技能才是好技能。
再说了，你把白奴换成红奴，你也照样能玩铁桶阵。总而言之，就是白奴在我这里完全没有红奴有竞争力。这位魔兽同款角男名字叫做步兵，虽然这两个游戏里面的步兵装备怎么看也是有点小差距，但是鹦鹉的这个步兵总是神奇的让人第一眼就想到魔兽里面的那个。这个步兵在没有升级之前，他连肉盾都算不上，毕竟人家强哥没有升级就有17点，你还不如人家。步兵人称小骷髅勇士。一直看视频的朋友想必有个疑惑，我怎么不讲一下5代里面的这些建筑呢？说实话，5代的有一些建筑的资源它就是乱填的。第一次玩的时候发现步兵的这个建筑居然需要10个石头和10个木头，但是横向对比的话，所有的兵种生产建筑消耗的资源都差不多。只能说5代自有国情在，你不能以3代的卖国贼眼光来审视一下这群5代的兵。这时候3代的独眼巨人表示，我即使是放在5代也是遥遥领先。步兵的第一种升级是侍卫，也就是白盾，升了级之后可谓肉的一批，在巨盾、激怒、盾牌、披杂的基础之上又多了一个保护同伴。为什么5代的骷髅勇士是永远的神呀？他甚至还比他多出来了一个25%的魔抗。虽然说 UP 主是个资深的红盾爱好者，但是为了大局我也会升级部分的白盾。虽然他们被叫做步兵，但是明眼人都知道他们对标的就是十字军。这位看上去就非常恐虐，实际用起来也相当残暴的叫做维护者。虽然说这个红盾战斗力非常不错，但是呢，作为一个十字军，它是历代最没有牌面的一个。既然是打输出的，那么保护同伴的技能自然也没了，盾牌披杂技能也换成了瞬劈斩。这个瞬劈斩比3代的双重攻击要稍微弱一点，因为他必须得干掉一个敌人之后才能再继续攻击。主动性虽然只有8点，但是呢，他的2刀可不是盖的，甚至我有理由怀疑瞬劈斩加了一个前提条件，是为了防止他完爆强袭。然后是人类的好朋友施救。5代的施救真正以一己之力身兼战斗机、俯冲轰炸机和重型轰炸机3项要职。除此之外，他的无限反击也是保留下来了，主动性15点，速度7点，可以说是非常完美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们有一个失明免疫的技能。一般来说，有这个技能的多半没有眼睛，就像闪电飞龙还有之前的洞穴人。然施救很显然是个例，因为他的眼睛非常的锐利，鹰眼术嘛。施救这个兵种有一种奇特的魔力，他只要和城堡组队，他就异常的可靠。他们的第一种升级是皇家施救，人称斯图卡，是一个无情的俯冲轰炸机器。还有一项战斗俯冲的技能，就是选定一个格子，然后他俯冲上去，等他下来的时候，如果上面恰好有目标，就会对他造成双倍伤害和不受反击。但是他俯冲过后会返回战场上的随机位置，虽然有点小坑，但是和带来的巨大收益相比还是可以接受。因为这个技能是必中的，至少你第一次俯冲的时候没有扑到人，你可以独当嘛。如果怕命中不了而又不想独当的话，可以扑对面的远程兵，这个一般是不会动。第二种升级是战斗施救，虽然带了战斗2个字，但是它毫无疑问非常的肉。不过这个肉是有代价的，是拿主动性换的，一升级就由之前的15点主动性变成了10点。没办法，人家是重型轰炸机，主动性不能太高。他们的技能也从之前的定点俯冲变成了狂轰乱炸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多了一个战斗狂怒的技能，简单概括就是越反击越厉害。这2种升级都非常有特色，但是让我选的话还是选皇家施救，因为看上去帅一点。这位是骑士预备役牧师，由于5代可以直接把牧师训练成骑士，所以说呢，基本上每周买出来就是立马骑士。UP主在玩3代的时候非常喜欢肉装弓箭手，但是这个肉装弓箭手的前提是你必须输出得够。你像3代的洗衣工和斜眼就是2个很好的例子，但是咱们的牧师同志显然是只有肉没有输出。5代的这个可以说是很好的吸收了3代的不足之处。3代的祭司脆的离谱，5代的这个则肉的一批，但是2者还是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输出还是都不咋地。牧师在没有升级之前就是一个没有近战惩罚的远程兵，他连法术都不会放。第一种升级是圣裁官，升了级之后呢，生命值直接来到了80点。一个5级兵80点的生命值，这放在任何一代都是相当炸裂，并且升了级之后他也会释放一些辅助性法术，不得不说他还是有点用的。但是和之前的和老大抢资源不同的是，他和骑士抢人口。
美洲的这些圣裁官或者说是牧师，你直接训练成骑士就好。如果你总是需要那么几个的话，直接从步兵里面提拔几个就完事了。它的第二种升级是狂热者，真正意义上的光头。虽然它变得非常狂热，但是呢，伤害和生命值是一点没变。唯一值得庆祝的是，攻击力变成了20点。之前的圣裁者会坚韧不屈、非凡神力和加速，而这个狂热者则是会正当之力和魔法净化，两者的魔法甚至也没有任何的交集。除此之外，狂热者还多了一个清扫的技能，他攻击时有几率驱散掉目标身上的正面状态魔法。总而言之，就是有那么几个当辅助就好了，你千万不要让他们来打输出。6级兵是圣堂的骄傲，他就是骑士。虽然说每代的骑士都会冲锋，但是呢，论震撼程度还得是5代的。由于可以训练，这就导致骑士的数量比一般的6级兵要多，再加上他不俗的攻防和伤害，冲上去的压迫感可谓是满满当当。3代的骑士走起来不紧不慢的，歘起来也没有力气，5代的这个可就不一样了。如果在对战开始的时候，敌方的骑士就触发了近景，造成的伤害真的是不可估计。骑士的第一种升级是白骑，在红旗还没有出现之前，这个白骑似乎是非常不错，但是人家一来之后，这个白骑就没有竞争力了。人如其名，他是一个圣骑士，所以说他会治疗和驱散，但是这个驱散并不可以复活阵亡的友军，而且呢还得消耗他1回合的宝贵行动，并且你100个用驱散和1个用驱散效果是一样的。这就导致在后期你的骑士数量一旦多起来之后，它是越用越亏。然后它还多了一个冰冻魔法免疫的技能。一般来说，白骑偏向于防守，真要打输出还得红骑。第二种升级精英骑士虽然降低了4点防御，但是最大杀伤提升了5点，而且还多了一个极其强大的冲锋技能。就是一旦它冲锋的格子超过2格，那么就会对目标正后方的部队造成1半的伤害。你可以理解为骑士版的龙息。总而言之，2个升级就是一个圣疗，一个冲锋。哪个好用真的是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。尽管网上有说法说几个白旗分成好几队可以无伤打野，但是玩游戏那么麻烦干啥？直接全部红旗就好了。基本上到了后期，对方的部队挨了精英骑士一下，不死也残。有人说这个骑士就是步兵骑上了马，其实你仔细看一下两者的装备的话，还是有点小差距，甚至在没有升级之前，2个人的脸模也是有点区别的。最后就是永远可靠，永远是玩家坚定朋友的天使。这个造型我就不说了啊，足控加白毛爱好者狂喜。5代的天使其实并不算女性，他们更偏向于中性，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性别。5代的7级兵比3代生命值要偏少，那种一言不合升了级就300点生命值的在5代没有。他们的第一种升级是大天使，作为每代天使的必修课，它也是有复活的技能。因为它有这个技能，所以说即使是战斗力不如红天使，我也是喜欢升级白天使。举个不大恰当的例子，在战棋游戏里面你可以复活友军，就如同在卡牌游戏里面你可以过牌一样，谁不喜欢呢？第二种升级是赤天使，它的杀伤浮动更大，并且攻击力达到了惊人的35点，但是相应的防御力则相对低一些。这个兵种在刚出现的时候是可以吸血的，由于太过变态，在之后的版本当中改成了神圣复仇。赤天使可不讲什么以和为贵，你只要打我，我就敢还击。最后跟大家讲一下圣堂的训练效果，就是每周有20个名额，你可以把农民升级成弓箭手，把弓箭手升级成步兵，把步兵升级成牧师，然后牧师升级成骑士。当然你也可以用好几次升级，把这个农民一口气升级成骑士。不过要想完成这种阶级跃迁的话，你要花不少的钱。但是你也可以这么理解，你只要有钱，你每周都可以升级海量的骑士。最早每周的训练名额是没有上限的，所以说那个时候骑士海一旦成型就是毁天灭地，真正做到了农民在后面交税，骑士老爷拿着钱上前线打仗。圣堂的种族天赋核心其实就是训练，他的反击能力其实只是捎带着的。这位是被称作鹦鹉克帅的维托利奥，开局是初级反击加初级战争机械，下面的这个反击能力提升 5% 只是捎带性的，它的本体其实就是练兵。5代里面这些玩战争机械的，无论是炮哥还是炮姐，都比3代要残暴得多。它的特长非常简单粗暴，就是每升1级提升弩车的1点攻击和投石车的2点命中，可
可以说，即使是5代里面一级兵又变成了农民，盛唐的开荒也是依然构不成难度。但是如果要选首发的话，我一般是选这个射手司令杜格尔，他和3代的威尔斯凯小威一样，开局全是弩手，这样的兵种特 UP 主自然是非常喜欢，并且他开局还带了一个剑术。我在用盛唐的时候，他基本是万年首发，不为别的，俺寻思他很厉害。这位是施救特艾莲娜，她的技能是施救训练，即使是没有升级，她也会战斗俯冲。开局的军队里面也有施救，地狱真的是残酷了。除了初级反击和初级幸运之外，它还多了一个抗魔大法，实际用起来它其实也就那样，我觉得还是不如射手司令舒服。这位是城堡的后勤特拉特格，在5代里面后勤学可谓是大不如出。他的特长是每升1级可以提升 1% 的移动点数，英雄世界上面说的是每升2级提升 1%，咱没有具体试过，也不知道哪个对。虽然说在3代我看见后勤特就高兴的走不动道，但是在5代里面这些我还是真的看不上。这位是传统意义上的骑士特克劳斯，游戏里面前5级兵特倒是大部分都是每升2级提升1点攻防，到了6级兵这里它就不一样了。它不可以提升骑士的攻防，但是可以提升骑士的枪术，并且还可以让复仇打击更具威力。到了后期，他的骑士一枪戳下去，保管敌人像马大师一样倒在地上直挺挺。我劝这位年轻人好自为之，好好反思，以后不要再玩骑士冲锋。这个复仇打击和前面据点的强力打击差不多，一个是选定目标攻击的时候英雄砍一刀，一个是挨了揍英雄上去砍一刀。总而言之就是武德充沛。这位是风舞者梅芙，特长是攻击加速。虽然说颜值不错，但是呢，这个特长毕竟有局限性，你不用这个魔法的话，它就没用了。之前墓园的视频有个评论，他说啊，这个开局带3个技能的都是弯囊废。我也不知道真假，但是呢，你一看确实是很有道理的样子。说实话，英雄无敌5代这些法术特都相对的保守，兵种特倒是和3代一比不可同日而语。既然有射手司令，那自然也有步兵司令，他就是拉兹罗。到了后期，他带领大量红盾的话，妥妥的硬核狠人。但是这个玩意儿前期开荒的话，全是步兵，有点小难度。所以说我是不大喜欢用他当首发。但是他的后期这个红盾确实用起来非常爽，所以说有的时候也会考虑。开局初级反击加初级防御，外加一个活力无限。这个英雄见到进攻术，见到战争狂，一定要学一下。其实我感觉战争狂这个技能和英3里面的智慧树一样，它都是看见必学的。这位是人见人爱的埃兰妮，特长农民。换句话说，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盛唐的金币特。它的特长除了提升农民的攻防之外，农民的纳税也是由每天的1个金币变成了2个金币。并且这个纳税也是不需要等级成长的，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开局带了一些弓箭手和步兵，他带成3组农民的话恐怕会更加变态。你看看人家隔壁地牢的黑手开局全是密探，你跟人家学学不好吗？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谢谢朋友们。